Vision Pro, the future's bright. Spatial computing out of sight. A whole new world before your eyes, bringing dreams to life. 嘿，大家好，我是Joey，祝大家新年快乐。今天呢，我们要来讲的是 Vision Pro， 在我1个月的使用之后呢，它的容量产生了什么变化？那当初我们选择 256G， 现在还适不适用？还有呢，我们要讲的是在这1个月里面遇到最大的问题，还有什么小问题，我们都一次跟大家讲。Vision Pro 在你日常的使用上会遇到什么状况？好，接下来今天的篇幅里面，我也会再塞进去一些选购 Vision Pro 的一个新的观念。然后呢，在 Vision Pro， 我们要从买它一路讲到你去试戴它，再来我们还会讲到说你买完它之后你要注意什么。接下来会讲 Apple 的退货政策，这些我们今天一次告诉你哦，给需要买 Vision Pro 的朋友一次来看。再来呢，就是大家新年荷包满满，然后呢压岁钱拿满满，年终拿满满。好，那接下来我们想买 VR， 我最后也会给大家一个推荐，就是怎么样的人你需要买 Vision Pro， 怎么样的人你可以选 Quest 就可以解决了。OK， 那因为两个的价差很大，所以我今天会一次跟大家讲什么产品适合你。Vision Pro, the future's bright. Spatial computing out of sight. A whole new world before your eyes, bringing dreams to life. OK， 好，那我们就一起看下去。新的一年的第一支影片，我决定在海乐卡拉这边来跟大家分享。首先呢，我们先叫出我们的设定，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的设定里面呢 ，Apple Vision Pro 的空间，给大家看一下我到底存了什么东西。好，那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使用空间状况。再来呢，我把它拉近一点。好，我们现在呢在应用程式这边，我们使用的是最多，因为我平常都是装非常多的应用程式在我的 Vision Pro 里面不断的测试。再来还有部分的 TV、音乐、照片这些。那当然啦，我自己呢是有买 iCloud 的。好，我自己的 iCloud 是已经买到 6.2 TB 我目前使用 2.6 TB， 那我买到的是 6.2 TB。在这个里面呢，我会存了非常多的照片，然后云端硬碟这些讯息。所以呢，也给推荐大家，如果你今天你有买 Vision Pro 或是其他设备的话，你的空间不一定要买很大，因为使用最大的其实还是你的照片使用最大的还是照片跟档案这两个。然后再来呢，我们的 iCloud 里面呢是可以 share 给你的家人的。OK， 好，我们回到我们的容量，我们现在容量已经总共用了 201GB， 我们总共只有256。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让这个容量升得这么高。我们看我们已经下载的媒体有哪一些。我为了拍片，所以我下载了非常多的离线的影片。这些离线的电影呢，基本上每一个容量其实都还蛮大的。那我们算一下，我们总共有1、2、3、4、5、6、7、8、9、10、11、12、13、14、15。我们总共下载了15片，然后呢，我们总共用掉了 96.44GB， 所以呢，在 Vision Pro 的256版本，你大约可以下载15片，还有加上你日常使用，会达到 201GB。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下面还有用了什么样的 App， 然后我们这边占最多的就是这几个电影平台。这几个电影平台我们使用量都非常大。再来就是照片，然后里面有灌的一些游戏，像 NBA 这个是比较大作的游戏，它就会占到4点多 GB。再来呢，还有一些测试的，像 Gucci 的沉浸式这个也不错，也可以推荐给大家下载。但是它的，因为你做到沉浸式的话，它的容量都不会小到哪里去。接下来
就是一些比较基本的游戏。那这些游戏呢，就是所有占用你的空间。最后我们再讲一下是 Vision OS 跟系统资料，其实占用你的空间并不多，其实也就是26GB。OK， 所以呢，在这个选购容量里面呢，我还是推荐大家，如果你基础可以用256GB 就能满足你的生活，那你就选择256就可以了，你就把它当成是你的 iPad 在选择。如果你的 iPad 也会选择 1TB， 那你就买到 1TB。可是呢，因为我自己 iPad 不会放这么多的东西，最多就是电影，所以呢，对我来说，以下载媒体这边呢，已经是我全部会离线看的电影了。那这个离线看的电影呢，其实也只是满足你在飞机上或者是在其他你需要离线的时候观看的需求。所以呢，基本上在电影的部分呢，你都可以不断的重新下载。还有，如果你今天你只是搭飞机，你看不了15部电影的，你顶多呢就是看个3部4部就了不起了。长程线，如果你一直持续带 Vision Pro， 基本上它也会没电，还有你眼睛也会受不了。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不太可能就是你有这个需求是10片以上的电影同时间放在你的 Vision Pro 里面，除非你是一个长途旅行，而且是长途旅行都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做，那你才需要15部的电影来陪伴你这个长途旅行。那其实这样好像在家就可以了，你不要出去好了，真的浪费钱。好，那大致上容量我们是这样在看，基本上我还是推荐大家买256就够了。你没有那么多的照片，没有那么多电影需要的话，容量呢就可以省下来，不要追高。OK， 那不要追高的钱呢，拿去买什么？拿去买 Apple Care。好，为什么要买 Apple Care 呢？ Vision Pro 在维修上面呢，基本上这个前面的玻璃呢碎掉，它的维修价钱是26000多块。你在整个主机的破损，也就是这边断掉，或者是整个主机摔到地上，它坏掉，泡水坏掉了，你的维修费用呢会高达7万多块。OK， 这样子的维修费用其实非常贵，所以呢，基本上我会推荐大家买 Vision Pro 的 Apple Care， 全部9990块修到好。好，基本上呢 ，Apple 对于 Vision Pro 它也是不修的，跟手机一样，它直接换一支整新品给你，或者是你有机会换到新机，那就是这样的选项可以给你参考一下。接下来我们还会讲到一个 Vision Pro 的重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一颗电池。这一颗电池呢，它的单独购买价钱是6750块。OK， 那这颗电池基本上是这样子。如果你今天买了 Apple Care， 它有坏掉的情况，或是你把它折一半、压碎、线断掉，全部都是990块，就可以换一颗全新的电池。所以呢，我也推荐大家把你的容量的钱省下来之后呢，拿去买 Apple Care， 这样子是我最推荐的方式。这样子也可以帮助你日后，假设 Vision Pro 在这2年的使用里面发生了什么状况，你随时可以用9990块去更换主机以及你的配件、电池，990块就可以马上换新。再来还有讲一件事情是，大家有看到 Vision Pro 这边有眼罩，这个眼罩还有里面的软垫，这些东西都不算配件哦。但是这个眼罩呢，它基本上也要卖你6750，还有软垫呢要卖你990。在这些配件里面呢，它都不算在 Apple Care 的保固范围内，因为这些零件它全部算是消耗品，还有个人卫生用品，所以它不能列入维修的计算。OK， 所以你不能用990块去换到这些东西，唯一能够换到的是这个眼镜的本体坏掉，加上电池坏掉，这2个东西可以是 Apple Care 它支援维修的地方。我们讲完了容量，还有呢，你购买 Vision Pro 之后要注意的事情。我们现在回头来讲
Vision Pro 在你买的当下，你要注意什么事情？ A whole new world before your eyes, bringing dreams to life. Just put it on the View X. 在 Apple 的官网，你下定完 Vision Pro 了之后呢，记得哦，你一定要选取在101或者是 A13取货。那中南部的朋友距离有点远，但是呢，你都已经买到这样等级的东西了，那你不如直接坐个高铁到101或是 A13来取货，这样子你可以得到最完善的服务。在 A13跟101店里面呢，它会有非常齐全的眼罩，也就是在环绕在这边的这个眼罩，让大家去试戴。每一个 size 他们都有，你在里面呢，你可以试戴，试戴完，如果跟你在线上测起来不一样的话，你可以当场更换，当场带走。好，带走了之后呢，如果你在14天里面有发生以下的状况，你也可以随时更换。那第一个呢，就是你遇到了你戴起来不舒服，戴1个小时就不舒服，或是你压了1天2天之后，你有任何不舒服，你带去现场是可以进行更换的。第二，就是你在购买的当下，你没有办法去看 Vision Pro 到底有什么瑕疵，它现场也不会让你拆封，所以呢，它一定是拿他们的试戴机让你试戴完了之后呢，你自己带回家，把你的小啾啾撕开了之后呢，你才发现说啊，我的 Vision Pro 有什么状况。这时候有任何的不满意，你已经买到这么高单价了，你直接拿去现场退也是一个选项。透过线上客服会发生一件事情是，线上客服跟现场是对不起来的哦。我就在 A13排了1个小时的队，结果呢，线上客服叫我去现场排队，现场的人说你没有办法在这边排队，这就会非常尴尬。好，因为目前呢 Vision Pro 对他们来讲还是很新的东西，他们线上客服跟现场是对不起来的。OK， 除非他们帮我做了一件事情是急件处理，还有就是特殊的处理，这样子，他们才帮我把我的 Vision Pro 更换，好不好？所以这个地方也是要大家注意一下，在现场可能会有一点小脾气，可是他一定最终会帮你更换的。你就是在现场直接打给线上客服，让线上客服跟现场的人直接对话，好不好？他们公司直接对话，对话完了，他们就会给你一个解决方案。这是我解决我换不到东西的问题。那我到底换了什么呢？我也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我换的，这就是我刚刚讲非常贵的一个眼罩，在这边，他们卖6790这个眼罩，他们卖6790。好，那我最后呢更换到这个眼罩，它也是现场直接拿一盒他们架上在贩售的，直接给我，然后从这边就直接打开，然后呢我就把我的新的眼罩拿出来。OK， 我就把我新的眼罩拿出来，这样你旧的还他们，然后就换一个新的。因为我戴了4天之后呢，我觉得不舒服，我在第5天我就决定说好，我去更换一个。所以呢，我建议大家，你一定要现场试戴，你在网络上测的不一定是你的 size 哦，所以呢，你最好去现场试戴，才能拿到你最舒服的 Vision Pro。OK， 那这个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小建议，你一定要去现场。他那边把所有尺寸试完了之后呢，你再决定你要购买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呢，就是你在现场购买的时候呢，你要记得哦 ，Vision Pro 的动线跟其他买 Apple 产品的动线是不一样的哦。Vision Pro 你会在101里面看到有个 Vision Pro 的柜台，你直接走进去就在那边购买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去排其他的购买队伍哦，直接到 Vision Pro 柜台跟他讲说你预约你买了 Vision Pro， 因为你在购买 Vision Pro 的时候，他们上面会写时间，所以你直接到 Vision Pro 的专柜，直接跟他讲说我要取货，他就会帮你立刻安排。他会现场帮你安排一个30分钟的 demo， 你可以在这30分钟里面去体验 Vision Pro 适不适合你，不适合你当场就可以喊说我不要买，这样也是可以的哦。那在购买的时候要注意的事情就分享到这边，跟大家知道一下。
好，我们最后来讲 Vision Pro 在这一个月的使用，我们遇到什么状况？那最严重的状况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买了蔡司眼镜，然后呢，蔡司眼镜容易起雾哦，就是我在使用当中容易起雾，它一起雾，它就没办法对焦你的瞳孔，就会发生像这样的事情。好，我点了好几下，它都完全不会有反应，因为眼镜基本上已经起雾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要注意一件事情是，你洗完澡的时候，或者是你平常在使用的时候呢，你如果容易让身体发热的情况之下，你就不太能戴 Vision Pro。这是 Vision Pro 最大的问题，因为它毕竟眼罩这一圈啊都是罩住的哦，都压在你的脸上，这边都是压得死死的，所以呢，你身体发射出来的一个热度呢，基本上它就会影响到镜片，一定会起雾哦，里面还是有水蒸气、有空气在里面，所以它一定会起雾。好，所以这是 Vision Pro 用1个月遇到最大的问题。再来，还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其实 Vision Pro 没有你想象中的脆弱。那我在这1个月里面总共摔 Vision Pro 2次，好，2次，一次是这个萤幕正面着地，那之前有分享给大家看过。再来第2个呢，就是我的侧边着地。那在这个铝金属的部分呢，基本上它也没有任何的损伤，好，所以在 Vision Pro 的使用上面呢，你还是要注意说它很容易坠落。可是呢，还有一件事情是，它并没有你想象中的脆弱，所以它还是稍微的耐撞的，这是没问题。好，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眼罩，我先把我 Vision Pro 拿下来给大家看一下。OK， 就是这个眼罩。在这个眼罩我们在使用上的时候，会发生一个状况是，它很容易分离。好，因为我自己是选择 33W，OK， 我给大家看一下，在这里会写 33W，OK， 那我的眼罩是 33W， 然后这个环是选择 W 的，它不是 W Plus， 它会有2个，一个是 W， 一个是 W Plus。那在这个地方呢，它很容易在你拿 Vision Pro 的时候不稳，怎么样呢？就是这样松掉，它会松掉 ，OK， 它会松掉，所以你一定要拿 Vision Pro 的时候，一定要用这一手去拿 Vision Pro 金属的部分，这一环金属的部分一定要这样子拿，千万不要拿眼罩，眼罩会脱离，一定会断裂。再来是这个带子稳不稳呢？它其实很稳的哈。它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脆弱，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带子它用磁吸的稳不稳呢？基本上它磁吸起来是非常稳固的，哦，你可以这样子拉它是没有问题的 ，OK， 它是 OK 的。可是呢，你也不能太信任它，你还是拿本体，还是这样子拎着本体，我觉得是最安全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在 Vision Pro 的使用上面，这一颗电池，来看一下哦，它的电池的线你看刚刚这个眼罩又掉了，来，我先把它拿下来。好，眼罩要注意再来是这个线，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萤幕都可以完全拉宽这个线它就这么短 ，OK。对于我身高180公分的人来说，这个呢顶多就是放到我的外套口袋，如果要放在裤子口袋可不可以？可以哦，还是放得下去哦。可是呢，你放下去了，在口袋里面的状况大约就是像这样子，就是有一根线吊着，然后在口袋里面这样子，然后还没办法到口袋的底我穿的是一般的牛仔裤啦，大约是这样子。如果你穿垮裤，可能就是这样子了，可能就是这样子。OK， 那基本上这个呢 ，Belkin 也有出一个可以夹在你腰带上面，像早期的那个 BB 扣啊、大哥大在夹的那一种。可是我真的觉得说那个东西使用起来可能不那么好用，为什么呢？因为这电池真的有点重，而且你随时会勾到线你随时会勾到线。那什么叫勾到线呢？我再把 Vision Pro 带上去。好，我带上了我的 Vision Pro。接下来这条线什么叫勾到线？就是你动作大一点，这只手动作大一点，这条线就会这样有没有？就被你勾到了 ，OK。如果你动作大一点，就勾到了。勾到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你眼睛这边被歘一下，这里会被歘一下，歘久了之后，你的线就会坏掉，或者是电池掉地上，或者是整个电池坠落之后，你眼镜也跟着掉在地上，这样被拉着。OK， 这一点是大家要注意哦。
它的线，我相信在下一代或者是过一阵子，它一定会出长线版。好，它一定会出长线版。为什么？因为太多人在网络上讨论，就是它勾到，尤其是外国人。这个是外国人设计的哦，他们是美国人设计的，美国不是都200公分左右，但是他们设计出来的这个线怎么这么短 ？OK， 所以你看到 Apple 他们在 demo 的时候，很长时间都是把这个放在他们的外套口袋，它不会放在裤子口袋给你看。那大致上是这样子，因为它的线呢太短了，你要做一些剧烈运动，像我们之前打的那个拳击啊，或者是说我们在玩其他的一些赛车啊，在那边摇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的线 Vision Pro 很容易坠地这样子。我会推荐什么样的人适合买 Vision Pro， 什么样的人不适合买 Vision Pro。先讲一下，就是你口袋够深的人就买 Vision Pro。等一下，不对。好，我们最后来讲一下什么样的人适合买 Vision Pro。在 Vision Pro 的使用上面呢，我最常用的还是上面这3个，就是在看电影的部分。接下来就是用我的照片，因为我拍了很多空间影片呢，我最近也在练习我的空间照片跟影片要怎么拍摄，所以我会常常用到它。但是这样子的，就是玩游戏的部分呢，老实说 Vision Pro 我玩的没有很多，大约占我的整体时间大约是30%，就是我玩这些游戏。早期呢，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阵子在《阿凡达》第1代刚起来的那部电影刚起来的时候呢，各家厂商都出了 3D 电视。可是呢，现在已经没有 3D 电视，那取而代之的呢，就是像我们这些 Vision Pro 啊、Quest 这些的 3D 眼镜，它可以看 3D 的电影。那其实我用最凶的呢，其实也是看 3D 电影，因为我的电影还没看完我的 3D 电影为了做影片，所以我还没有看完。所以你要看 3D 电影，最好的地方不是电影院，是你带上你的 Quest 3或者是 Vision Pro。你看这些 3D 电影的效果会比你去电影院还要更好，所以呢，我会推荐买的人就是，当你今天，你想要体验整个 3D 电影所带来的一些视觉震撼，你可以买 Quest 3或 Vision Pro 这类型的眼镜。那但是呢 ，Vision Pro 它的单价真的蛮贵的，所以我会推荐大家可以从 Quest 3入手，但是如果你今天想要体验终极的版本的话，那你还是买 Vision Pro 会比较好。以上呢是我给大家的购买建议。好，祝大家新年快乐！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记得帮我按赞加订阅哦。我们新的一年我们继续冲下去，谢谢大家，拜拜。